我的身后就是上海的四行仓库，你看看那上面的弹孔啊，全部都是真实存在的。8个炮弹孔呢，代表是8年抗战；400多个枪眼啊，代表守卫四行仓库的400多名壮士跟英雄。这些都是先辈们守卫我们山河留下的痕迹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四行仓库它到底是谁建的？它真正的作用到底是干嘛的呢？你可能都不敢相信，建造四行仓库的实业家呀，竟然是连一个饭都吃不饱的剃头匠。他只用了7年的时间，就成为了当时的中国首富。这个人呢，比马云、王健林加在一块儿还有钱。那么这么多的钱，他当时到底是怎么赚来的呢？这个人的名字叫黄义柱，福建南安人。17岁那年呢，他在给一个当地的恶霸剃头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恶霸的头给剃破了，生怕恶霸呢会报复他，就在家人的劝说下去了南阳创业。为了能够凑齐路费，家里面把仅剩下的一块地卖了30多块钱给他当成路费。他到了南阳以后，还是继续给别人理发。有一天呢，来了一个老华侨，姓魏，就跟他说：“小伙子呀，你这样子理发一辈子都发不了财，你还是把理发的工具赶紧扔掉吧，我给你指条路。”当时黄一柱一激动呢，就把理发的工具全部都给扔掉了海里。这个时候老华侨就对他说：“你看见对面那个小伙子没有？他卖果茶卖咖啡，生意可比你好多了。你不如跟他一样去走街串巷卖果茶吧。”没过多久呢，黄一柱就赚到了钱，而且呢还娶了老婆，有了孩子。有一天呢，他家附近呢有一个仓库里面发生了大火。这火灭了之后，他让孩子钻进去看看这仓库里到底放的是什么东西。结果一看里面全部都是糖，被火熏过的糖。你知道了，那肯定没有人愿意买。于是黄一柱呢就决定用很低的价格把它回收，经过处理之后重新拿出来再来卖。结果一包都没有卖出去。可是没想到呢，1914年发生了一战，糖就成为了稀缺品，一下子涨了10几倍的价格，让他呢成为了当时的富豪。后来呢，就主要以经营糖业为主，直到1919年，他的身价呢已经逼近了3000万美金了。为了不受当时殖民者的欺负他呢就从南阳回到了国内，来到上海，找到了上海申报的董事长叫史量才，银行家胡比江合伙开了一家银行，就是我身后的四行仓库当中最大的股东中南银行。从此以后便成为了中国首富。那为什么他要叫四行仓库呢？因为当时4家银行的联合准备库就在这里，分别是中南银行、京城银行、大陆银行还有盐业银行。但是能够有货币发行权利的只有中南银行一家。1924年呢，黄义柱开办的中南银行，它发行的货币总量占据了那一年全国发行总量的1/10。但是那个时候流通货币它是大洋，所以四行仓库里面囤放的几乎都是现大洋和一些抵押的名贵物品，堆积如山，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银行的保险库。那么既然放的都是钱，那它的墙体就要加厚，基本上呢都是1米以上。所以这也是当年800壮士会选择用四行仓库来作为掩护大部队撤离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关注我，下个视频带你们登上上海的金茂大厦。